国家是如何赚钱的？今天用特朗普为案例，副标题是特朗普变来变去的阳谋背后有什么阴谋呢？我们继续把美国比喻成公司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甲方公司，特朗普是新上任的 CEO。这个甲方公司有很多的乙方供应商，其中最大的供应商是 C 公司。一家公司要赚钱，持续的赚钱，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会计公式嘛。总收入减总支出等于利润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哪些是它的总收入呢？但奴隶社会收入的支柱产业是，比如战争掠夺。举个例子，罗马征服高卢，掠夺了黄金10000磅，加上奴隶100万，直接就充了国库。还有奴隶劳动产出，比如埃及金字塔的搭建。但是这种赚钱方式靠的是抢，收入高，但是很不稳定啊。人类就发展到了封建社会，赚钱的方式就变得更加高级多了，比如土地税，农民按田亩来交粮，还有徭役。假如你生活在秦朝，成年男子就要去修长城了，还有专卖垄断，比如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、奥斯曼帝国香料贸易特许权的收入等等。这种方式赚钱靠的就是土地和人头，虽然收入比奴隶社会更加持久，但是 GDP 的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呀。人类就继续发展到了现代国家。现代国家赚钱的方式就是五花八门了呀，有税收入，比如说是个人所得税、增值税、关税等等，还有国有资本收益，比如沙特阿美要分红给政府，中国烟草也要上交利润。但是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大的不同的是，现代国家是可以借债的，就是说国家可以发债券嘛。美国2024年收入大概是5万亿美元，但是年支出高达了6.8亿美元，收入减去支出等于赤字呀，他就必须要发债来借新还旧才能够维持下去啊。不要忘了，他还有36.7万亿美元的债务呢。国债的本质就是国家向老百姓打欠条，用未来的税收承诺还本付息。但是美国发债是向全世界打欠条的，用未来的税收承诺还本付息。那为什么美国可以向全世界来打欠条呢？先来做一道题目。假设一家美国公司要从中国公司采购一批面包机，进口金额是100美元，假设是汇率7，假设付款方式是前 TT， 那么流程如下。美国公司支付100美元，中国公司收到钱之后打算去采购原材料，由于中国境内只能使用人民币支付，于是中国公司就去一家商业银行，假设叫做杭州银行，将这笔钱换成了700人民币。杭州银行收到100美元之后也不会拿在手里，而是给央行，央行收到100美元之后对应增发700元人民币给商业银行，而进入央行的这100美元就自动成为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了。比如打开中国人民银行网站，找到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，这里就清楚的写着外汇是多少。我让 DeepSeek 算出了外汇占比大概是50%左右，是资产端中占比最高的一项了。就是说，每一个中国外贸企业赚来的钱都会以这种方式成为外汇储备了。这个外汇储备到底干什么用呢？除了维持国际支付能力、经济调节工具等等功能之外，还有一大部分是购买美债的。这倒不是说借钱去帮助美国人、乐于助人什么的，而是市场的自然选择。美债仍然是世界上的安全资产，而且收益率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最近穆迪发出警告，美国最后一个3A 评级可能不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你借钱给王富贵100万，但是他已经借了5000万了，而且他还在不断的借钱，你总是会担心这个欠条以后还管不管用嘛？这里穿插一个小故事。在我18岁的时候，有一家公司欠我们家钱，然后我妈就有点后知后觉，等到所有的债务人围堵他家公司的时候，我妈才收到消息，于是立马拉着我去抢物资啊，结果我抢到了一台电脑，还是没有主机的电脑。要是我妈早点怀疑，就不会发生欠条作废的事情了嘛。但是全世界的央妈可是比我妈机灵多了，这是近3年的美债减持数据，其中 C 公司减持的最多。可是这就把甲方爸爸给急坏了呀！你们要是不买我的债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到2025年6月30号，将有8万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到期啊！
这些票据于2015年发行，票面利率大概是2.13%，也就是说每6个月的利息是850亿美元，一年的利息是1700亿美元。金额虽然不小，他们是可以处理的。但是假设2025年年收益率为4.25%，如果财政部以4.25%的利率展期这些债务，那么这6个月的利息将翻倍啊，达到了1800亿美元，或者是每年3600亿美元啊。这就意味着同样的债务每年将额外增加1900亿美元啊，好高啊！如果债券继续被抛售，二级市场价格将大幅度的下跌，收益率将进一步的飙升，财政部将被迫提供更高的票面利率来寻找新的买家。那怎么办呢？一份网传的海湖庄园协议提到，将美国国债转为超长期债券，让新的供应商来购买100年债券，在此期间不能出售。明明可以抢，还非要给欠条，怪有礼貌的。那谁来当这个冤大头呢？看谁贵得快嘛。第一供应商们总是会有人为了生意而先去妥协的嘛。这是特朗普的真正目的吧？他并非真的想要所有的制造业都回流，而是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找到心甘情愿做奴隶的国家，并且重新建立一个贸易的小圈子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持有债务。如果用斯文点的语言来表达，就叫做用经济胁迫使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协助美国债务重组。那难道美国就不可以把钱还了，好好的过日子吗？从头再来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一方面它还不起，另外一方面美元的畸形特权。美元既是一个国家的货币，它又是世界的货币。学术界有一句话叫做国别货币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内在逻辑矛盾。什么意思呢？美元既是美国自己国家的货币，又被全世界当作全球货币用。这两个角色它天生是会打架的。那你既然当了世界货币，就要向全世界不断的释放流动性嘛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经常账户逆差，进口大于出口来实现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美联储印的钱就必须通过买流向世界嘛。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负债将是不断的增加呀，满世界的写欠条。美国对外负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，表面上是特朗普义正言辞的表示贸易要公平呀，你们凭什么要对我进行贸易逆差吗？你们赚走了我的钱，你们这帮坏蛋。但是只要稍微懂一点经济学，就知道特朗普这个讲的都是废话呀。他可不愚蠢，他的阳谋背后是阴谋啊，他要杀肥猪来为他化债呀。除了化债，美国又创新了一个赚钱的方式。看这条新闻的标题，500万美元一张移民金卡，目标是卖1000万张。那就是可以赚5万亿美元啊！这配方可是太熟悉了，中国古代帝王没钱的时候搞钱的一种手段嘛，卖官鬻爵。我问 DeepSeek 这种是什么情况呢？他大胆地告诉我，当一个国家容忍甚至制度化这种行为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系统性的崩溃，离衰败或革命已经是不远了。当然，客观理性的说，美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，但是它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。大象倒下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但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好了，说完了，真的说完了。写这篇文章比上一篇文章少费一点 CPU，有进步了。下次你想听什么话题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再见。